这个三姐实在太过分了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干嘛动手打人呢？不过你也是的，无端端的干嘛跑上他公司去闹呢？男人啊最爱面子了，给你这么一闹，不生气才怪呢。难道真的要等别的女人把他抢走，我才坐在这里哭啊？三季明明没有女人，你就是疑神疑鬼。阿嬷，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呢？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？他最近越来越怪，跟我吵2句就跑去钓鱼，回来的时候一拿了一大包雪糕。我看啊，钓鱼是借口，他根本就找机会去和那女人约会。那他约会的女人一定是条美人鱼喽。你阿嬷说的对，男人如果要偷情的话，干嘛要给这么笨的理由呢？他倒不如说在公司开会啦，或者加夜班啦，那你就不起疑心了吗？那是他自作聪明啊，才会想出这么烂的借口。偏偏我就不笨，没这么容易被骗。哎呀，其实夫妻相处之道啊，是在于一个信字。你说什么啊？说台词啊，电视剧里都是这么说的嘛。喂，这可是我们家的家事，你这个外人少开口。菲菲呀，不是我要说你呀，上一次呢，你为了钱跟他吵，这一次呢，你又为了一个不存在的女人跟他吵，你再这样吵下去啊，迟早出事啊。妈，是他动手打我的。那是因为你太过分了吗？那你要抓奸也要有证据啊。我有啊，他身上有女人的香水味。你不要搞错，你就凭一股香水味说他外面有女人。好，我现在问你，他除了香水，他平时回家衣服上面有没有女人的唇印？没有。那你有没有收到一些来历不明的账单？也没有。或者他不跟你上床了？没有啦。什么都没有，你就说他有外遇，难怪他要生气啦。那他也不可以打我啊。夫妻床头打，床尾和，过了就算了。总而言之啊，他动手打我就是他不对。这次啊，我是不会这么容易罢休的。都可以帮忙哦，举手之劳而已，谢了。看样子你的心情不是很漂亮哦。我打了菲菲，为什么女人婚前婚后有那么大的差别？结婚前，她亲切大方、温柔体贴，现在她变得无理取闹、不可理喻。如果当初我们没结婚，也许……那就没有也许了。如果你没有结婚，你就会遇到另一个跟他结婚，然后还是坐在这里抱怨说：“哎呀，是自己没有福气，所以娶不到菲菲啊。”哎，我给你看一个东西，这是什么1块钱啊！在新加坡它就是1块钱，可是在马来西亚它的价值就双倍了。在台湾、日本更不用说，大概10多倍吧。那又怎么样？环境可以决定这1块钱的价值，当然也可以改变一个人啊。换句话来说，一个人会变，通常都是因为环境或者身边的人喽。谁能影响他呢？除了你，还有谁？我。是啊，你仔细想想看，你老婆做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，搞到2个人吵架呢？霸道。虚荣、乱花钱、爱享受，这些都算了。最气的是，竟然怀疑我外面有别的女人。你外面有女人？连你都觉得可笑，你知道吗？他居然跑到公司来闹，我怎么说也是个主管，什么面子都给他丢光了。哎，看样子你们2个还真的很恩爱哦。这叫恩爱？对啊，夫妻是互相影响的，因为你顺着他，所以他霸道；他虚荣，因为你纵容他。
你爱面子，他就拼命的花钱装扮自己，让你脸上有光彩。当然，买着买着就买成了个习惯啊。那你说是不是你在影响他？谁叫你条件那么好，让他有危机感？他当然要做着严密的防备。OK， 简单的说，他太在乎你，怕失去你。至于上公司胡闹，是过分了一点。可是你这个做先生的，应该包容才对啊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你还爱不爱他？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回到从前，你还愿不愿意在大家面前承诺守护一生，不离不弃？你不做辅导员太可惜了。哇，会开玩笑了，只是说心情好转咯。谢谢。要回家了，好不要愁眉苦脸啊。好好好，你小心一点驾车啊。阿哥，会不会做啊？不会做的话要问呐。Daddy，做你的功课啊。我已经通知陈经济。阿哥，跟你daddy说，妈咪不想跟他讲话。Daddy，妈咪说她不想跟你讲话。你跟妈咪说 ，Daddy 已经跟银行贷款还新房子的首期，也决定降低房价。陈经济说会尽快帮我把这间房子卖掉，我们很快就要搬进新房子了。妈咪，Daddy 说我们很快就要搬新房子了。你跟daddy说，不要以为妈咪不知道，打了人开始内疚了，是不是？ Daddy， 妈咪说。你跟妈咪说 ，Daddy 动手打人是 Daddy 不对，对不起。打了人才说对不起，未免太迟了吧？干嘛不说话？怕说的不对，又让你生气。我你都敢打，还会怕我生气啊？都是我不好，别再生气了好吗？都怪这只手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受控制。那交给你，要打要砍，随便你。我知道你是舍不得。谁说的？啊！好，我保证以后绝不打你。饶了你。郑双喜小姐，在2006年5月15号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，你是不是到过丰明广场的停车场？是。你当时喝了一点酒，是不是？是。原告杨丽丽小姐，也就是 Connie 到停车场去找你，为了跟你讨债，可是你不肯还，于是你们两个人就起了争执，是不是？他先拿木棍要打我，我只是自卫。然后你就用砖块砸他的头。我没有，他把我推开，我撞到头晕了过去。Zen 跟 Connie 打了起来，Zen 拿起砖块要打向 Connie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你说你晕了过去，你怎么可能看到 Zen 打上 Connie 呢？我在晕过去之前，看见 Zen 拿起砖块要砸他的头。可是，在5月21号早上10点钟，你向警方录了一份口供，你亲口承认是你打伤 Connie 的。你在撒谎，你为了要脱罪，你硬说是 Zen 打伤了 Connie。我真的没有，是 Zen 骗我的。他说是我打伤 Connie。当时我喝了点酒，撞伤了头，
我真的不记得当时的情形了，所以我才相信Zen向警方承认。可是后来我真的记起来了，不是我打伤Connie，是Zen，真是Zen打伤Connie了。你根本在撒谎的，你一下说不清楚，一下说记起来，你根本就是要把整个罪名推到Zen的身上去。我真的没有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打伤Connie的人。够了，不要再问了。双喜，这只是排练而已，你不要那么激动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双喜，在法庭上最忌的就是对方律师挑动你的情绪，他们会用尖锐的语气来盘问你的。你要记住，不管他们用什么方式来盘问你，你要保持冷静，坚持自己的供词，懂不懂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我没事。好，我们继续问。现在我是你代表律师，我会用正确的方法引导你去回答我的问题。OK。郑双喜小姐，你说你被推倒，撞到了头，是不是？是。你撞到了头，头有点晕，爬不起来。可是，在迷糊当中呢，你亲眼看到Zen手上拿了一块砖块，对不对？是。告诉我，他是左手拿还是右手拿？好像是。是左手还是右手？想清楚。左手。确定？确定是左手。很好。根据原告的医药报告，他的右额头被打伤，而且伤势不轻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左撇子人呢，才有这样的力道造成这样的伤口。如果换成右手反打的话呢，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道造成这样的伤口。基于这点，用惯右手的郑双喜小姐，肯定不是打伤Connie的凶手。很巧的是，Zen不管签名、打球还是用餐，都是用左手，所以我们证明他是左撇子。由此推论，打伤Connie的人就是 Zen。谢谢你帮双喜做了这么多事。要谢我，等打赢了官司，请我吃晚餐了。其实，你怎么知道Zen是个左撇子啊？那要谢谢你的关心。你胡说什么？你记不记得您在Connie的家，Zen要拿烟灰缸打我，你紧张的拦在我前面的事情？那是很本能的反应啊。我倒觉得那是一种出于关心的本能反应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我只希望你想想当天的情形。那你想一想，那个时候他用哪一只手拿烟灰缸？左手。没错，我也注意到这一点，所以我暗中观察了他好几天。我发现他不管他写字、打球还是用餐，都是用左手，所以我确定他是左撇子。你去跟踪Zen啊？万一被他发现怎么办？你担心啊？我是说，双喜的官司呢，你不用担心，没有事的。被告郑双喜被控打伤杨丽丽、Connie一样，因证据不足，本席宣判撤销控状。被告郑双喜当庭释放。乐天啊，太谢谢你了！没想到你找到那么大的破绽，证明双喜无罪，不让那个混蛋得逞。哎，那个混蛋哦，妈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别再提了。为什么不提呀？难道他还为那个混蛋难过啊？这种人啊，不值得你为他难过的。这一次啊，算是你因祸得福，看清楚他的真面目，要不然将来吃更大的亏。别这样好吗？毕竟打赢了官司，应该开心一点的。黄律师，真是谢谢你。恭喜你了，你终于可以重新过回你飞行的日子。你给我站住！喂，你这个混蛋啊！你
怎么心肠这么坏呀？亏我们双喜对你这么好，你却这样陷害他。幸好老天有眼，你自己等着坐牢吧。Connie不是我打伤的，你怎么可以把罪名推到我身上？这个时候你还不承认Connie是你打伤的，你还想陷害我？当初是我愚蠢，才会相信你的话。你说话最好小心一点，我可以控告你诬陷我的。我怎么会爱上你这样的人？一定是我眼睛瞎了。你这个混蛋，良心给狗吃了！你那样陷害双喜，我们已经不跟你计较。现在你还想法咬他一口，你不怕走出去给车撞死吗？妈，不要跟这种人计较。安迪，是不是要打伤人，警方会调查的。总之呢，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制裁。王乐天，你少得意，我一定会控告你能骚扰证人的。我们走着瞧。我等你。干杯！乐天啊，这一杯是阿嬷代表全家人敬你的，你一定喝完哦。好，喝完。对对对，乐天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全家人呢会轮流敬你一杯的。好，好，爸你啊。哎呀，拿纸巾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对，谢谢你。来，乐天，我敬你。来，这次啊，真的谢谢你。不用谢了。轮到我了，黄律师，谢谢你啊。这样子我会醉的。不管我有事要跟你说。菲丽娜，我们继续喝。阿妈，玉欢，你忘记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过双喜的案子打完了就不再见黄乐天的，是妈叫他上来的。那最好跟他保持距离啊。大姐，过来一下。妈，喝一点点啊，一点点。这次要不是有你跟乐天的帮忙，也许我已经坐牢了。我敬你们一杯。好，来。我不喝了，我要去跳补习。乐天啊，今天有酒没有菜，改天阿嬷带你上酒楼，好好的吃一顿。谢谢你。阿妈不用客气了，你请我喝酒呢，我已经感到很荣幸了。乐天，哎。这一次你帮双喜打赢官司，真的是我们郑家大恩人，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啊。安迪，我只尽我律师的责任，不要说报答。我说的可是真心话，我们跟你非亲非故，你却这么热心的帮忙我们。双喜的案子呢，我们就不说了。这一阵子呢，你对一欢怎么样，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。一欢，多亏有你啊！哎，一欢，你别走，过来。乐天，我知道你对一欢是真心的。今天呢，我正式在这里宣布，我批准你们两个帕托。我有事情找你。我也有事找你。那你先说。干嘛？开不了口啊？昨晚的事，我要跟你说清楚，我不想你误会呀。我妈不代表我，一切都是她自以为是，你不要把她的话放在心上。你是一个好人，我很感激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也很感激你，在我最需要依靠的时候，一直在我身边帮我。但是，那只有感激，没有其他感觉的。
你明白我说什么吗？我说我对你没有感觉啊，我现在有一大堆的负担啊，我要养家，我要养 baby， 我还要照顾妈的，我还欠下一大笔债，所以现在我只是想努力赚钱还债，我没有心情想其他东西的。说完了。对不起。等一下。听到这个声音吗？这个铃铛是我遇见你那天买的。卖给我铃铛的小妹妹说，这个铃铛会让我遇到我生命中那个女人。只要她一出现，这个铃铛就会响。然后你就出现了，是不是很奇怪？之后就好像很多事情都冥冥中注定的，一直把我们两个扯在一起。我相信我们的缘分是老天安排的。我根本不在乎你现在的情况，我也不需要你感激我所做的一切。我只希望你给我机会在你身边照顾你，关心你，和你一起分忧。因为有你，所以有我。你居然相信一个莫名其妙的铃铛，你不觉得荒谬吗？不会，因为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解释。我们第一次的巧遇，在韩国相遇，回国之后又偶遇，这不是有缘是什么？这也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。你为什么逃避？为什么逃避你对我感觉？我没有。你有啊！我说没有。我说了，我对你没有感觉。我相信我们是有缘的。如果你坚持相信有缘，那也是有缘无分。这么好笑的笑话了，真的是笑死我了你！你是不是 brother 的？我认真跟你说，你当笑话来听。没办法，因为这笑话真的太好笑了。堂堂一个大律师啊，竟然相信什么爱神铃铛的？我看你啊是想女人想疯了。啊，不信就算了。啊，我信。对，你想干什么？看看他有多神奇了。不可以耍花招啊！放心吧，你把他说的这么有灵性，我还真的担心要遭天谴呢。小心点啊！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嘛，你真的相信这东西啊？我宁愿相信的啊！每次他一响呢，易欢就会出现在我面前。不是的啊，现在什么年代了？缘分那种东西呢，是我们阿公阿嬷那个时候玩的。我们这种年代呢，玩的是 feeling 啊，你懂不懂？好心你 update 一下你的爱情观吧。我想你才应该去 update 一下。我就是喜欢缘分这种老掉牙的感觉，怎么样？而且我相信呢，易欢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女人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是相信缘分才认定易欢，还是自己真心喜欢易欢呢？喜欢人家就直接说嘛，搞什么烂铃铛啊，玩这种缘分游戏，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？我真的是服了易欢啊，还好他没有当场吐出来。我跟你说到几句话都会侮辱我的智商。哎，那是你自己贱哦，自己送上门来给我侮辱的。好，我马上消失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人家都不喜欢你，你收着这样的东西，以后看了自己辛苦啊！我不要玩了，扔了它，一了百了。你试试看，会。别那么紧张了，跟你闹着玩的。对不起，马上骂找回来啊！他妈打死你啊！好，走，走了。怎么样？找到了没有啊？双喜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要紧张，
我只是有点事想跟你谈谈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双喜，双喜，双喜，双喜啊！我知道错了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对。你原谅我好吗？你不要离开我。我不想坐牢啊！我求求你帮帮我吧！你不要出庭指证我。你要不要坐牢关我什么事啊？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你污蔑我打伤哭你，现在还要我做假口供帮你隐瞒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我还不是因为你才会打伤扣你，要不出现了你，我会有今天。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有今天是咎由自取，放手，要把我叫了！救命啊！你不要叫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在干什么？谢谢你啊！谢什么？我又不是在帮你。我是担心我的车，刮坏我的车，你们赔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刚才不小心靠了一下，要不要留电话号码给你啊？万一你的车出了什么问题，你可以随时 call 我。没事呢，别乱打。你要接啊，不然我怎么知道你的电话号码是真还是假的？这样可以了吧？还没其他事啊？郑双喜，你还没有认出我是谁啊？对不起，同学，我可以邀请你出席下个月的中学同学聚会吗？你是对不起同学？你变了很多，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。以前的你样子土土的，跟现在简直是判若两人了。别再提以前的我，我自己都受不了。对不起啊，同学。哎，你还记得我这个外号？当时我们大家都偷偷这样叫你的。当时的你就是喜欢帮人取外号。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对了，听说你在美国读书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回来半年多了，去了美国，发现自己其实不是读书的料，勉强读了1年。后来的3年，我就在美国到处旅行。哇，那才是真正体验人生啊！对了，刚才那个男的是你男朋友？他是我的过去式。哦，是因为我的关系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我的出现，所以你必须跟他结束，成为过去。胡说八道！跟你讲一个秘密。其实我们已经相恋10多年了。你越说越离谱了。从同班那天，我就开始向你表明爱意，你没有拒绝我，不就是表示接受吗？所以说我们相恋10多年哦。这样也可以啊。我们来谈场恋爱吧。吓到了。你的洋派作风，我还没办法适应。怎么样？有感觉吗？我可以一直这样握着你的手吗？或者是这样的啊。
绍，她就是我媳妇菲菲，她是我老师。老师你好，妈常在我面前提起你，她说啊你的舞跳得好，也教得很好了。不要客气嘛，请坐啊。好的，谢谢。哦，对不起，因为不然撞上了。哦，没事。这么用力，你有创伤吗？没有，没事没事。哎，菲菲啊，带老师去参观一下你房子吧。啊，好啊。你们坐，我去拿水给你们喝。谢谢。怎么样？你觉得这间房子还不错吧？不错，阳光充足，空间又大，而且呢，坐北朝南，在风水格局上来讲呢是极佳的选择。难怪你儿子这么快就买大洋房了。你还懂得看风水啊？我有位朋友是研究风水的，听多了就懂一些皮毛。老师，请喝水。哦，谢谢。没想到啊，老师还多才多艺啊。你太过奖了。啊，这房子呢，我是挺满意的。价钱方面，35万。35万，已经很低了。原来的价钱是38万，因为你是妈的老师，才会有这样的价钱的。好吧，反正呢，房子是一定要买，钱也要给人家赚，不如给熟人赚。你是养好的媳妇，价钱呢我就不讲了，我就这样决定了，房子我要了。真的啊？谢谢你啊，老师。应该是我谢谢你。帮我找到这么理想的房子啊！看老师哪天有空，我们去办一下手续啊。这个啊，让我回去查查看，我再通知杨浩好了。嗯，我可以进到厕所一下吗？去这里边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你老师很年轻哦。会吗？他好像对你很好哦。你怎么知道？一看就知道了。这么厉害啊？那好，我问你，要怎么样才能够知道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呢？最近韩剧不是有做吗？有很多情节都看到女主角跌倒，男主角呢就会很深情的去看女主角的伤势，然后啊就会背起女主角去看医生吗？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啊！我看啊，不只是老师对你有意思，你也对他有意思啊！要死啊！这样跟我说话，有什么嘛？老爸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，你也应该为自己打算啊！找你的第二春。哎呀，你不要乱说话，给他听见了多不好意思啊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还觉得你们两个很登对。妈，我支持你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，你呀不要跟上级乱说，知道吗？好。好，节奏感越来越好了，很好。好，继续啊，大家继续，很好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看是扭到，看医生吗？没事，休息一会就没事了。什么？哦。看来是扭到筋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练习到这。啊，老师，时间还没有到，还有15分钟嘞。好了，养好都说没有事了。老师，上次我跌倒，你都没有这样关心嘞，你好偏心啊！养好是真的扭到脚了。今天我欠你们的15分钟呢，下一堂课我补回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好了。来，我扶你起来，小心点儿。扶你上来，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慢慢的啊。来，小心点啊！来，痛不痛？还好。还可以吧？可以。那你在这里先休息一下，我先去跟 Helen 谈一下标会的事情，然后呢再带你去看医生推拿一下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乖啊，别乱动，很快的哦。OK。
Helen， 老师，哎 ，Helen， 你过来一下。Helen， 这个月的会钱你可不可以先让给我？下个月呢，我补多点利息给你。哎呀，老师，我也很想帮你，可是我儿子就要结婚了，这阵子我刚好需要用到这笔钱。这样，对不起啊，老师。那没关系了，谢谢你，Helen。我们可以走了。哎，可以。老师，你是不是很需要这笔汇钱呢？我想标下这个月的汇钱，以付房子的首期。你不够现金付首期啊？本来我想向银行贷款的，可是向银行贷款需要个担保人，找个担保人真不容易。哎，不如我做你的担保人呢？你要做担保人？可不可以啊？你拿什么做担保人啊？哎，我有这间房子啊，我可以拿来当抵押的。你千万不要乱来呀！妈，你不用那么紧张吧？你别忘了，这个家除了你、我、双喜，还有一欢、亲家母、BB。万一你担保的那个人跑了，那么我们全家人去世界上啊！妈，没那么严重吧？你交的到底是什么朋友啊？朋友咯。是男朋友吗？不是啦，只是普通朋友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你守果守了那么久，要是真的碰到合适的，也不妨考虑考虑。你不反对我交男朋友？我总不能让你一辈子为我的儿子守果啊。不过你的眼睛可要睁大一点，不要像双喜那样，碰了一个坏人还把他当成宝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有分寸的。做担保人的事啊，你想都别想。很多人啊替人家做担保，结果搞得倾家荡产。你看治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，你还不怕？我知道了妈，你放心，我都没答应他。那就好。一欢啊，下个月有个大 project， 是2家大金融机构联办的财经讲座，场地各方面呢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后续的工作就交给你负责，有没有问题？有多少筹备时间呢？3个星期。时间是紧了一点，不过应该没问题的。我知道你行的。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这2个星期呢我都会早走，我约了乐天去跑步。再过2个星期呢，我和乐天就要去 reservist。你也知道了，我这样的样子不练不行嘛，所以那些工作就交给你了。就这样。你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你不用问我在哪里练跑嘛，因为我练跑的时候呢，会把这个手机关上，我怕你有急事要找我找不到。那你们在哪里练跑？我们在益顺体育场练跑，记住了，是益顺体育场，千万别走错了，要不然找不到我就麻烦了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时间的魔法师，勾勒出爱最初的样子。我才发现你一直就坐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。铃铛轻轨响起，那模糊变得更加肯定。爱
从一开始就在心里写上了。说好一起跑步，却一直要我在后面追，算什么 brother 吧？哎呀，喂 brother， 我听说他有点想你哦。刚才你说什么？啊？你刚才说了什么东西啊？我刚才没有说话啊。你明明有说的。没有，我哪有说话？好，你要什么条件？你开最好了。我讨厌看你的背影，我要你跑输给我。你跑得像乌龟那么慢，你要我怎么让你啊，老兄？大后跑不是跑不赢我喽？哼！这样可以了吧？嗯。到底一欢跟你说什么东西？待会儿他来了，你自己问他了。哎，一欢。哈哈，你上当了。时间的魔法师勾勒出爱最初的样子，我才发现你一直就坐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。铃铛轻轨响起，那说不说啊？啊？说不说？哎，说嘞！天涯海角都不会走失，从一开始就在心里写上了坚持，让我陪着你。多久都愿意，那无声哭泣。